來福建旅遊最不該錯過的地方就是這裡了，武夷山。這是一個集丹霞地貌、九曲溪光、禪意古剎、茶香古韻為一體的5A 景區。這裡面藏着太多驚喜了，有848級陡峭階梯的天遊峰，回聲震谷的虎嘯岩，僅容一人通行的一線天，價值連城的大紅袍母樹，仙氣飄飄的直指庵，亭亭玉立的玉女峰。現在就跟隨我的鏡頭，用2天時間來解鎖這座自然與文化的雙重遺產。現在武夷山是免票的政策，但是需要買一張裡面的觀光車票。觀光車1天是70，2天85。武夷山至少需要2天來遊玩，所以說我買了一張2天的车票，85。另外呢，還有竹筏漂流是130，可以在裡面買票，就是坐這種大巴進去。這一路上都是茶園呢。下車之後，先去挑戰被徐霞客盛讚為武夷第1勝境的高峰天游峰。要先經過一座橋，這下面就是九曲溪了，好多竹筏正在順流而下呢。去天游峰呢是有2條通道，一條走階梯，一邊呢是穿過這個小山洞。那我就從山洞這邊通過了，拐個彎之後，別有洞天呢。繼續往上走，走到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山門，繼續往上走，還有好長的路呢。看一下後面的這座亭子，它的階梯啊都是從山體裡開鑿出來的。寒暑1天，說明這裡呢是避暑的聖地啊。從這裡上去呢是有一個亭子，叫做水月亭。從這裡拐個彎之後呢，就可以抬頭仰望天游峰了。看一下這個位置，有個亭子，上面有好多人正在往上爬呢。等一下去到山頂之後啊，還要從這邊下來，來到這個平台，旁邊就是九曲溪當中的第6曲，而天游峰就是在6曲的東岸。為什麼叫天游峰呢？是因為每次下雨之後啊，或者晨曦初露時，山間呢就會彌漫着白茫茫的雲煙，風吹雲蕩，像大海波濤。登頂之後啊，就仿佛遨遊天宮了，所以叫做天游峰。就在水月亭的下方呢，還有一個小一線天呢，上面呢也是有一座小橋。你看這邊呢就是天游峰了。現在就開始挑戰，來看一下這個位置，哇，感覺最陡的地方啊，至少都有70度了。可能有朋友会問，天游峰啊，會不會難爬？實話實說啊，有挑戰，但絕對值得。全程的核心路段呢是848級的台階，比華山的長空棧道啊還要考驗體力。前方有一個大門，上面寫着崢嶸深鎖茶洞，這裡一路上都是一些小景點呢。這個就是茶洞了，進來看看啊。竟然可以從這裡穿過去，又是別有洞天啊！正式開始爬山了，海拔408.8米，不算太高，但是非常陡，很有挑戰性。開始挑戰，這裡已經就很陡了，但這些呢？僅僅是開胃菜啊，陡的還在前方。這裡沿途每隔1小段呢，就會有一個觀景台，可以讓你休息。而且越往上走呢，景色就越震撼了。建議大家穿舒適的運動鞋，帶一瓶水，還有少量的零食，慢慢爬，邊爬邊欣賞。感覺已經走了有一半了。這就是剛剛在下方看到的那座亭子。往懸崖這邊看，那一座呢就是水月亭了。再往山頂看，確實啊，走了一半了。在這個地方停下來喘一口氣，順便來看看風景。下面的九曲溪啊，就像一條碧綠的玉帶啊，在群山之間呢纏繞着。而且兩岸的山峰呢，形態各異，有的像蘑菇，有的像駱駝，栩栩如生啊。
來看一下這個細節啊，就在這個位置還有一個小亭子，你看旁邊呢就是懸崖峭壁了，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。可能有朋友會好奇，九曲溪為什麼叫九曲呢？因為它全長啊是9.5公里，蜿蜒曲折，總共是拐了9道彎，曲曲山回轉，峰峰水暴流，說的就是這裡。繼續往上爬，台階越來越陡了，大家一定要抓緊旁邊的欄杆啊，注意安全。站在這個位置往回看一下，景色相當不錯，有階梯，有亭子，有溪流，有懸崖峭壁。眼前的這一段呢是被稱為天梯了，每一級台階啊都比較窄，只能容得下半隻腳，所以說爬的時候呢，最好是手腳並用，低頭看路。哇，這個位置好危險啊！要是沒有欄杆的話，從這裡滾下去啊，粉身碎骨了。爬山雖然氣喘吁吁，但是上面的空氣啊非常清新，含负氧離子。來看一下這個位置，階梯啊就非常窄了吧。這裡真的是70度都有了，要手腳並用啊。在這裡有一個凸出來的小平台，在這裡觀景呢，景色相當不錯。在這個位置一定要回頭看一看，景色非常壯觀啊！終於登頂了，這裡就是海拔408.8米的天游峰，這是俯瞰武夷山全貌的最佳位置。在這裡放眼望去，九曲溪的9曲18彎盡收眼底，36座山峰錯落有致，分布在溪水的兩岸，山環水繞。徐霞客當年就是在這裡讚嘆：“其不臨溪而能盡九曲之勝，此峰故印第一也。”欣賞了武夷山這麼美麗的風景之後，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座山為什麼叫武夷山？答案就在這棟天游閣裡。天游閣裡面供奉的就是武夷山的開山鼻祖了，是叫做彭祖，他就是傳說中活了880歲的那一位。兩邊呢分別是他的兒子，一個叫彭武，一個叫彭儀。兩個兒子呢也都是跟着他一起在這裡開山闢地。後來人們呢為了紀念他們兄弟倆，就把這座山取名為武夷山了。在山頂還有很多賣小吃的，基本上登到山頂呢都已經是中午了，可以在這裡先吃點東西。這是本地特色武夷山梅菜干烤餅，還點了一碗燒仙草。好了嗎？梅菜干烤餅，有點吃梅菜扣肉的味道哎。現在從另一邊下去，不走回頭路。下山的路呢會比較平緩一點，可以欣賞沿途的風景。沒走幾步就來到胡麻澗了。所謂胡麻澗呢，就是下面的這條小溪。來看看這面崖壁上啊，足足呢是有30來處摩崖石刻，都是古人留下來的打卡簽名。福地洞天，壽字，掌中。那邊呢就是胡麻澗3個字。這個比較壯觀，第一山，出口還有998米。在道路的旁邊呢，還有一條非常規小道，也都是在山體裡啊開鑿出來的。终于下来了，看一下這裡有一面石刻，刻着“壁立萬仞”，用來形容這一面崖壁，特別貼切吧。看一下這上方，有一條一條的小溝壑，這些呢都是長年累月啊被雨水侵蝕出來的效果。就在天游峰的下方啊，就是一片茶園了。這裡光照非常不錯，估計產的茶也是品質很好。武夷山這邊的景觀呢，總體上就是那種丹霞地貌，有點類似廣東的丹霞山，但是從山的高度和壯觀的程度來講啊，還是比不上
廣東的丹霞山。但是武夷山這邊呢，就好在有一條九曲溪，山環水繞，所以說武夷山呢又會更加的靈動一些。那天游峰的遊覽呢就到這裡，接下來我要去挑戰下一個景點虎嘯岩，據說那裡的回聲啊特別神奇，一起去看看。這裡有一個亭子，非常有意思，像是一間小賣鋪。這裡呢剛好有一個百貨的地方。現在坐車去虎嘯岩，虎嘯岩是被譽為武夷第一奇岩，和天游峰啊並稱為武夷雙絕。為什麼叫做虎嘯岩呢？有兩種說法，一個呢是因為岩石上啊有個巨洞，當山風穿過洞口的時候呢，就會發出像老虎咆哮一樣的聲音。另一個呢是因為當年啊有老虎在此棲息，常常在山間長嘯，所以得名虎嘯岩。不管哪種說法，都是給這座山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。虎嘯岩的遊覽路線啊是有兩種選擇，一種呢是走好漢坡登頂，挑戰陡峭的階梯；另一種呢是走平緩的路線，欣賞沿途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。我建議大家還是走好漢坡路線，雖然會累一點，但是能夠體會到虎嘯岩最核心的美景和樂趣。這裡就是好漢坡的指示牌了，來看一下它的海拔高度呢是510米，台階數340幾，比起天游峰啊還要高一點，但是台階數卻沒有那麼多。哇，確實很陡。開始爬吧。天游峰的848級啊都登過了，這340級應該不成問題。全程都是有欄杆，所以說安全性啊沒有什麼問題。說是有340級，感覺啊已經走了一半以上了。但是上面呢看起來還有好長的路啊。到這裡呢是有一座山門，上面呢是有3個字，看起來像是半入雲。穿過门洞，繼續往前走。之所以叫好漢坡啊，那是因為能爬上來的都是好漢了。從這裡開始就是往下的階梯了，應該快到了。前面還有一座山門，這個是叫做吉雲關。今天又是爬山的一天，我已经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怎麼爬山了。爬山這種事啊，還是要量力而行啊。上面有一座吉雲茶屋，就是好讓你補充能量的地方。繼續往這邊走，就是定命橋了。虎嘯岩算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小眾的景點了，這裡的遊客量啊，跟天游峰比起來是完全沒有可比性啊。從這裡往下就是定命橋了，景色呢是非常的奇特。來看一下這個定命橋的下方呢，也是一線天啊！我的天哪，這裡深不見底啊！而且另一邊呢也是，下面呢好像是沒有水。哇，這是一條斷頭路啊，只能是往回走了。來看定命橋，這個名字呢還是比較有意思。在橋的另一邊呢，還早有這樣的石頭沙發，可以坐在這裡啊，歇歇腳。哇，在登山的時候呢，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場景，也就是用一根根棍子啊頂在石頭的下方。這個是有什麼含義嗎？這裡有一個平台，可以看到虎嘯岩的全貌了。剛剛呢，就是在這一面山壁啊爬上來，然後呢到達這個位置。從這邊一路走過來，然後這個方向呢就是定命橋了。看完了定命橋之後呢，現在沿着這個方向往下走，就是一線天了。不過距離啊有點遠哦，寫着3700米，3.7公里啊！哇，全程都要徒步。
不過好在呢，都是往下走，不会那麼累。這裡竟然還有一個神仙的洞窟，進來看看。這個崖洞底下呢是有一些木構件，這個相當於是天門了。中間應該就是釋迦牟尼，兩邊呢就是菩薩了。從另一邊開始慢慢往下走，哇，垂直的，這裡好危險啊！哦，大家往下看這個階梯啊，它是一根根這個水泥板啊插在這個山體裡面形成的階梯。等一下我們下到下一層啊，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。拐個彎之後，從這邊往上看，就是一根根水泥板啊往山體裡面插進去。這下方呢也是，哇，已經有人走到這下方去了，好高啊！看來這個虎嘯岩呢確實是值得來，不過呢就是比較耗費體力。你看這裡非常窄，要側着身子過，而且要往下蹲一點。這裡要是沒有欄杆呢，哇，那就太危險了。現在往後面看一下，確實是驚險吧。來看一下這邊呢，更加的誇張。除了有小的木棍啊頂這個崖壁以外呢，這邊還有很多長的竹條啊，也放在這裡頂着。遊覽一圈下來的體驗呢，就是感覺啊，下虎嘯岩的路比起上虎嘯岩的路啊，更加的震撼。在這下方應該是有一個山洞，因為有聲音呢從這邊傳出來。現在下去看看。哇，這個階梯啊就非常陡了，往下走的時候一定要多加留心啊。在這裡說話回聲很大。來看一下這邊呢，就是屬於虎嘯岩的一線天了，它是斜着往上的，難怪剛剛聽到這下方有人說話，回音那麼響。站在崖底往這邊看，就像是一彎月亮一樣，不過不是那麼圓。現在繼續往下面走，大概呢還有3公里。這下面呢還有一尊觀音雕像，是在崖壁上啊雕刻出來的。哇，好壯觀啊！原來這裡是叫做天成禪院，觀音像就是在竹子的後方了。這下方呢還有一座山門，繼續往下走。來看一下一線天還有2780米，剛剛只走了1公里左右。這裡還有一對獅子呢。這段路就非常清幽了，屬於徒步路線，沒有什麼人走。終於來到一線天了，就是在這裡面，這也是武夷山啊非常著名的景點之一。這條一線天啊，它全長呢是有178米，是由一座巨大的丹霞岩石啊崩塌之後形成的狭長石縫。它最窄的地方呢只有30厘米。這裡是分左右一線天呢，據說右邊的呢它是比較窄，你看這裡越往裡面呢就越窄，而左邊的呢會比較寬闊一點。那我就選擇比較有挑戰性的右一線天，往這邊走。剛剛在外面呢聽到有廣播說，如果是有幽閉恐懼症的人啊，最好還是不要進來，因為這個場景呢可能會讓你感覺到十分的不適。來到這裡呢就是一個分岔口，這邊呢就是左一線天，這邊呢是右一線天。看看往裡走，確實是特別窄。這也許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窄的一線天了。那現在開始挑戰
一起體驗一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感覺。前方的人呢，已經走得很遠了。哇，確實是啊，有幽閉恐懼症的人呢，最好還是不要進來。這種感覺呀，非常的閉塞。前面的這一段呢，還算是比較寬闊，越走到裡面呢，就越窄。來體驗一下30厘米寬的最窄處。從這邊出來之後呢，還有一個洞口哎，如果說想反悔的話呢，還可以從這裡出去。但我呢是要繼續往前走。來，這裡有描述。最窄處僅30厘米，長度32米啊！最窄處僅30厘米，長度32米。儘管這一路啊都裝有燈帶，但是裡面的光線呢依然是比較昏暗。這裡前方呢就是最窄處了，從這個位置開始就要把背包拿在手裡了，要側着身子過。來看一下這個階梯。30厘米差不多。哇，好窄呀！我的天哪！我要把背包放在後面，側着身子過。還好今天不潮濕，沒有水滴下來。如果是夏天來的話呢，我相信這個夾縫中啊，應該會非常的濕。而且上方肯定會有水滴下來，堵在這裡的話呢，就只能等了，不能催，讓前面的人慢慢走。這裡還裝了一條鎖鏈，讓人好扶着手。我還一隻手拿着包，還不能扶呢，只能靠身體。哇！哇，太窄了，這是最窄的地方了，而且這裡是最陡的，這個坡度大概有70度，啊，終於可以稍微走得快一點點了。如果說身體特別肥胖的話，建議不要進來，免得卡在這裡。已經看到出口了，終於重見光明了，哇！好累，好多人在洞口休息呢。這邊就是出口了，好多人出來之後呢，氣喘吁吁。從這裡下去的階梯呢也是很陡，今天走了一天，膝蓋已經感覺到有點痠痛了。這個地方有點意思啊，這個樹根呢是盤根錯節啊，長在道路的中間，每個人經過這裡啊，都會摸一摸，都摸出包漿了。從一線天出來之後，現在已經是下午的4點18分了。我打算回車裡休息了，因為渾身疲憊啊。明天繼續來遊覽。回到南入口停車場了，這個停車場環境非常不錯，周邊呢都是山，晚上在這裡過夜呢，非常的安靜。我的車就停在這個位置了。好了，我們明天見。現在是第2天了，昨天忘記說了，這裡停車1天10塊錢。今天的行程呢，先去做竹筏碼頭，在這裡候車，然後去大紅袍，還有水簾洞，最後呢再去直指安。這是竹筏的班次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剛剛已經買到票了，一張票130塊，還是有點貴啊。竹筏碼頭所在的這個鎮呢，是叫做新村鎮，也被稱為武夷岩茶第一鎮。武夷山九曲溪號稱中國最美的溪流。等一下就是坐這種竹筏，這已經不是竹筏了，而是塑料管。不到新村茶不香。這裡雖然叫做新村，但是呢它是新村鎮。這裡周邊有好多賣茶葉的店鋪。來看這個位置，還是茶葉的直播基地呢。這裡就是九曲溪竹筏碼頭了，剛剛已經買過票，到這邊來檢票了。前面這位就是少公了，開始坐竹筏了，
全程9.5公里，有9個彎，所以叫做九曲溪。總共呢是要1個半小時呢，全部都是蓄勢待發呀。來，你好，我們往這邊走哈，往中間走啊。出發了，前後2個少工呢。九曲溪竹筏漂流，這是來武夷山必體驗的項目。不坐竹筏等於白來武夷山。需要大家注意的是，竹筏漂流的順序是從第9曲漂到第1曲。九曲溪是發源於桐木關自然保護區，坐着竹筏順流而下，看兩岸丹霞奇觀緩緩後退，吹着山間清爽的風，簡直是人在畫中遊，愜意到不想走。宋代大儒朱熹在攜好友同遊九曲溪時，專門為這裡的山水寫下了9曲棹歌，一共10首，第1首為小引，後面每一曲都有一首專屬的詩句，精準描繪了每一曲的獨特景致。現在就跟隨我的鏡頭，從9曲飄到1曲，完整品讀每一首詩，感受山水與詩意的完美碰撞。對，9曲看到了。從9曲開始到1曲結束的。首先是9曲，也就是我們漂流的起點。對應的9曲棹歌完整詩句是：九曲江窮眼豁然，桑麻雨露見平川。魚欄更覓桃源路，處世人間別有天。意思是來到9曲即將就要結束了。為什麼剛開始就要結束呢？因為當年朱熹坐竹筏是從1曲到9曲，和我們今天的順序是反過來的，所以叫做9曲江窮。那麼就是說，到了第9曲，視野突然變得開闊起來。眼前出現了一片被雨露滋養的平川，地裡長滿了桑麻，鬱鬱蔥蔥，生機勃勃，俨然一幅田園畫卷。就連捕魚的魚郎都想在這裡尋找世外桃源的蹤跡。殊不知，除了這裡，人間再難有這樣如仙境般的地方了。此刻在我們的眼前，正是詩中描繪的模樣。9曲的盡頭靠近新村，一馬平川，屋舍儼然，與身後的丹霞奇峰形成鮮明的對比。一下子就拉開了漂流的愜意序幕，也讓人瞬間讀懂朱熹對這裡的偏愛。那裡也是有一首詩，8曲的詩。順着溪水往下漂，就到了8曲，對應的詩句是：8曲烽煙世欲開，鼓樓檐下水銀回。莫言此地無佳景，自是遊人不上來。意思是飄到8曲，山間的雲霧和烽煙漸漸散開，視野變得格外清晰。不遠處的鼓樓岩矗立在溪邊，溪水圍繞着鼓樓岩迴旋流淌，波光粼粼。千萬別說這裡沒有絕佳景致，只是很多遊客沒能來到這裡，錯過了這份清幽之美。此刻我們坐着竹筏，就能清晰地看到鼓樓岩的全貌。岩壁陡峭，紋理清晰，溪水在岩下迂回，偶爾還有小魚浮出水面。配上山間的鳥鳴，氛圍感直接拉滿，也印證了詩中所言的佳景。這裡刻着7曲，繼續順流而下，飄到7曲。完整的詩句是：7曲移舟上碧灘，引屏仙掌更回看。卻憐昨夜風頭雨，天得飛泉幾道寒。意思是竹筏緩緩劃過碧綠的淺灘，行至7曲，回頭望去，引屏峰和仙掌峰的身影清晰可見，丹霞奇峰巍峨挺拔，形態各異，盡顯武夷山水的雄奇。更可愛的是，可惜昨夜山峰上下了一場雨，山間又多了幾道飛流直下的清泉，增添了幾分清涼之意，也讓眼前的景致更顯靈動。此刻我們回頭望去，引屏峰就如一道屏風，隱立在翠綠的草木間。仙掌峰形似張開的手掌，崖壁上還掛着未乾的水珠，偶爾有細流滴落，與詩中描繪的景致一模一樣，讓人忍不住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這裡就是6曲了，飄過7曲就到了6曲。6曲是9曲中較短的一曲，卻是景致最盛的一段。完整的詩句為：6曲蒼屏繞碧灣，茅茨終日掩柴關。客來已照鹽花落，園鳥不禁春意閒。通俗的來解讀一下，6曲的青山像一道翠綠的屏風，環繞着幽靜的溪灣，岸邊的茅屋柴門終日緊閉，透着幾分古樸清幽，仿佛是一處遠離塵囂的隱居之所。當遊客乘着竹筏前來，倚着竹篙停歇時，岩上的花瓣隨風飄落，
山間的猿猴與飛鳥毫不驚慌，依舊自在嬉戲，整個畫面透露着春日的閒適與安然。此刻在我們眼前就是這樣一幅寧靜的畫卷，兩岸青山環繞，西灣碧波蕩漾，耳畔滿是草木與溪水的聲響，那份閒適正是詩中描繪的模樣，也讓人忘卻了所有的煩惱。緊接着我們飄到了舞曲，舞曲是9曲中最為開闊的一曲，完整的詩句是：舞曲山高雲氣深，長時煙雨暗頻臨，林間有客無人識，西乃聲中萬古新。意思是舞曲的山勢高聳，山間的雲霧十分濃重，常年被淡淡的煙雨籠罩着，讓岸邊的平林顯得有些朦朧，自帶一種朦朧之美。林間還有一位隱士，無人認識他的模樣。他在竹筏的以乃聲中寄託着跨越萬古的心境與情懷。舞曲這裡有林木蔥鬱的平林州，還有隱屏峰、武夷精舍等景點。當年朱熹也曾在這裡講學。此刻我們坐着竹筏，仿佛也能感受到詩中那份悠遠的心境，體會到舞曲的獨特韻味。繼續往下就到了4曲，4曲還是《西遊記》中小白龍出世的拍攝地。完整的詩句是：4曲東西兩時圓，花顏垂露碧山山，金雞叫罷無人見，月滿空山水滿潭。解讀：4曲的東西兩岸各有一座巍峨的石岩，兩兩對峙，岩上的野花帶着晶瑩的露珠，綠鬱盎然，生機勃勃，長勢十分繁茂。傳說中這裡有金雞報曉，可金雞叫過之後呢，卻無人能夠見到它的身影。唯有當月色灑滿空山，溪水長滿水潭時，才能夠感受到這裡的靜謐與悠遠。此刻在我們眼前，兩岸石岩對峙，岩花墜滿枝頭，溪水清澈見底，偶爾有小魚在水中穿梭，那份靈動與靜謐，完美契合了詩中的景致，也讓我們讀懂了4曲的神奇。飄過4曲，抵達3曲。3曲最著名的就是岩壁上的駕鶴船觀。完整的詩句是：3曲君看駕鶴船，不知停照幾何年。桑田海水悉如許，泡沫風燈感自憐。意思是，朋友們，你們看，3曲南崖小藏峰的岩壁上，那些架在絕壁縫隙中的駕鶴船，也就是古越人的玄關，不知在這裡停泊了多少年，經歷了多少歲月變遷。世事滄桑，滄海桑田，如今早已物是人非，人生短暫如泡沫，似風中的燈火，又怎敢自我憐惜呢？此刻我們抬頭就能清晰地看到岩壁上的玄關，它們距今已經有3400多年的歷史了，是古越族人的葬俗，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。看看這些玄關，再品讀詩句，更能感受到武夷山水的悠遠與厚重。這個就是玉女峰了。接下來我們就飄到了2曲。2曲最核心的景致就是玉女峰。完整的詩句為：2曲亭亭玉女峰，插花臨水為誰容？道人不做陽台夢，新入前山翠幾重。解讀一下，飄到2曲就能夠看到那亭亭玉立的玉女峰，她像一位插着鮮花的少女，佇立在溪水邊靜靜梳妝，不知在為誰展露容顏，裝扮自己。而山中的道人一心修道，不做兒女情長的幻夢，興致全在前方層層疊疊的青山翠嶺之中。此刻玉女峰就在我們的右側，亭亭玉立，身姿曼妙。峰頂的松樹像少女的髮髻，中間的裂縫像少女腰間的腰帶，與對面的大王峰隔溪相望，印證着那段忠貞的愛情傳說，也讓我們讀懂了詩中對玉女峰的讚美。最後我們飄到了1曲，也就是漂流的終點。完整詩句為：1曲西邊上吊船，漫庭風影戰晴川。虹橋一段無消息，萬壑千岩鎖翠煙。這首詩的意思是，來到1曲就要上船了，因為這是當年朱熹由9曲西開始的地方，而對於我們來說就要上岸了。那麼詩中說的是1曲的西邊上停着幾隻釣魚的小船，悠閒自在。漫庭峰的影子倒映在清澈的溪水中，與波光粼粼的溪水相融，格外好看。傳說中，當年神仙聚會的虹橋早已斷絕蹤跡，再無音訊。千萬條山谷，無數座岩石，都被翠綠的煙霧籠罩着，仙氣繚繞，讓人沉醉。此刻我們眼前就是詩中描繪的絕美畫面，收尾滿是詩意，也為我們這趟竹筏漂流之旅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。從1曲上岸之後，我就先到武夷宮的乘車點，坐車前往大紅袍景區。
現在是坐車來到了武夷山最核心的茶文化景区——大紅袍景区。這裡是藏着6棵價值連城的大紅袍母樹，它們是生長在九龍科的懸崖峭壁上，已經有300多年的樹林了，是武夷山的镇山之寶啊！這6棵大紅袍母樹啊，稱得上是世界上最昂貴的茶王了。這裡的土壤、氣候、水源啊，都非常適合茶樹的生長，是武夷山岩茶的核心產區。出產的大紅袍、肉桂、水仙等茶葉啊，世界聞名。在石板路的2旁都是層層疊疊的茶園，有點像是梯田一樣啊，一層一層的鋪在山坡上。在這裡呢，可以停下腳步，近距離的來觀察一下茶樹。武夷山的岩茶都是生長在岩石的缝隙中，吸收了岩石的礦物質和微量元素，所以茶葉的口感啊特別醇厚，帶有獨特的岩韻。繼續往前走，這裡的環境好清幽啊。往這邊是出口了，大紅袍呢是往這邊走。這個品種呢是叫做肉桂。不過現在呢不是採茶的季節，所以說上面呢都沒有嫩葉。大概往前走了1公里左右，現在我們就來到了九龍科，這裡就是大紅袍母樹的生長地了。九龍科是一條狹長的峽谷，2側就是陡峭的丹霞懸崖了，中間呢還有一條小溪流過。這裡還有一座木頭房子呢，環境看起來呢是非常的詩情畫意啊。大家來看，懸崖峭壁上呢是有9條天然形成的岩石褶皱，就像9條盤龍啊懸在上方，所以得名九龍科。而大紅袍母樹就生長在這9條龍的下方，仿佛是9龍守護的珍寶。現在我們終於看到了大紅袍母樹了，大家順着我手指的方向看，在半山腰的懸崖峭壁上啊，那6棵被紅框框起來的茶樹就是大紅袍母樹了，編號分別是從1號到6號。這6棵樹啊，看起來雖然不高大，但是每一棵都有300多年的樹齡了，是明清時期就存在的古茶樹。其實最開始的時候呢，只有2號和6號是正宗的母樹，1號、3號、4號、5號啊，都是由2號和6號的種子飄落下來之後呢，自然生長出來的。還有一些就是無性繁殖出來的，所以它們都屬於大紅袍母樹的子孫後代。給大家講一個關於大紅袍母樹的傳奇故事。明朝的時候，有一位書生啊，進京趕考，走到武夷山的時候呢，突然生病了，高燒不退，渾身無力。那麼附近永樂禪寺的和尚啊，看到之後呢，就用九龍科的茶葉給他泡茶喝。沒想到喝了幾天之後啊，書生的病竟然痊癒了。後來書生考中了狀元，為了感謝和尚的救命之恩啊，他就回到武夷山，把自己身上披的大紅袍脫了下來，披在了那棵茶樹上。從此這棵茶樹啊就被叫做大紅袍，這個名字呢一直流傳到現在。還有一個故事更加有意思，當年尼克松訪華的時候啊，我們國家送了他4兩大紅袍茶葉。尼克松看到只有4兩啊，有點不高興了，就問總理，怎麼就送這麼少的茶葉呢？是不是有點太小氣了？那總理啊就笑着回答說，這一點都不少了，這已經是送了你半壁江山了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因為當時這6棵母樹1年的總產量只有1斤左右，4兩就差不多1半了。所以說這4兩茶葉的價值啊就非常珍貴了。據說當年1斤大紅袍母樹的茶葉啊能夠賣到500萬，真的是1兩黃金1兩茶。不過大家要知道，大紅袍母樹現在已經不能採了。為了保護這6棵珍貴的古茶樹啊，從2006年開始，國家就禁止採摘大紅袍母樹的茶葉了。而且以前呢，在這裡啊，還有武警站崗守衛這6棵古茶樹。現在我們看到的大紅袍茶葉啊，都是用母樹的枝條無性繁殖出來的後代茶樹採摘的，所以說口感呢也是很好。看完了大紅袍母樹之後呢，現在繼續沿着這條路往前走，要去到水簾洞，中間呢還會經過留香澗，這就是一條小溪，還有慧苑寺、天車架。總共啊還有
3.5公里左右。刚刚呢是走了将近1公里。来武夷山游玩呢，除了坐竹筏漂流以外，其他任何景點呢，都是免不了要爬山啊。不過好在這裡海拔也不高，也就是幾百米吧，所以說也不會太過於氣喘吁吁，而且空氣啊非常的清新。這一路上也沒有看到幾個遊客，好長一段路都是我一個人在走啊。看來這裡真的是一個徒步者的天堂啊。這裡有一塊指示牌，上面呢是寫着牛欄坑倒水坑，這些坑啊就是大紅袍岩茶的產區了。你看這邊呢還有一個永樂禪寺，不過距離這裡啊是比較遠，是在大紅袍母樹的另外一邊了，所以說就不去了。現在直接沿着水簾洞的方向繼續往前走。前方還有一個更加奇特的景觀，趕緊過來看一下。看一下上方那一塊大石頭已經是裂開了，看起來呢是搖搖欲墜，但是卻安靜的在上方啊躺了億萬年了。繼續往前走，應該快到了。這一處的小景觀還是不錯哎，橋面沒有了，只剩下橋墩，但是還是可以過。看看怎麼走，有一條分岔路，水簾洞往這個方向。原來這塊大石頭啊是叫做飛來峰，上面那塊石頭呢就叫做飛來石，就是這一塊了。哇，前面有一座非常精緻古樸的石拱橋哎，大家看到沒有？就是在樹木的後面了，也都是用山上採伐的這些砂礫岩啊鋪就而成。到另一邊來看一下，哇，純天然的石拱橋，中間呢可沒有看到有什麼水泥哦。這一片茶樹就很高大了，你看起碼呢都有2-3米那麼高了。走了好長一段時間，終於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。看到有一棟建築，這應該就是慧苑禪寺了。來看這裡呢還有土地爺土地母，果然是慧苑禪寺。這是高大的烽火牆，徽派建築的風格。這個寺門還是用木頭打造的，顯得古色古香。這裡寫着吃茶去，這是閩南話的經典的表述方法，叫做腳地。這是大雄寶殿，一尊大肚彌勒佛像，這是石頭雕刻而成的哦，遠遠看還以為是塑料的。大雄寶殿呢也是一棟徽派建築啊，兩邊的烽火牆呢非常有特色。當年朱熹啊也來過這座寺廟，還在這裡留宿呢。而且正殿的廊柱上呢還保留有朱熹的詩句，叫做客來莫嫌茶當酒，山居偏與竹為鄰。再來講一講福建的茶葉。福建的製茶工藝呢，應該來說是全國數1數2的了。曾經有一次啊，我在雲南旅行，也是在一個做茶葉的朋友那裡聊天嘛。他呢在茶葉這個行當裡面呢，是耕耘了有幾十年了，所以說對茶葉呢還是比較了解。他當年呢就跟我說，
在雲南啊，其實也是有很多福建人在那裡包茶山，就過去了很多福建這邊的製茶師傅。他說雲南那邊呢，雖然是產茶大省，但是很多工藝啊都是來自福建。像我們廣東呢，就是茶葉的消費大省。到了一處景觀了，叫做鷹嘴岩。來看一下，就是上面那塊石頭了，確實像是鷹嘴啊。透過這邊的樹杈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，確實很像是鷹嘴啊。看樣子應該是到了天車架了。來看一下那邊的山崖上，竟然有欄杆，還有木梯，還有棧道，太不可思議了。走進來看一下，就是在這裡了。上面呢，不僅是有木架子，還有圍欄，還有一個木梯子。看樣子啊，在以前呢，這裡還說不定有人住呢。原來這裡是武夷古崖居遺構。這上面全長呢，大概是有180來米。這樣看起來的話呢，大概是有50-60米高啊。看起來非常的驚險。你說古人啊，為什麼要居住在如此驚險的地方呢？估計啊，就是為了躲避戰亂啊。這裡就是武夷山最長的一條峽谷了，叫做張堂澗。為什麼叫張堂澗呢？是因為下面的這條溪流啊，是源自張堂岩，它是自西向東而流，全長是有7.5公里。來看這裡呢，還有一座非常美觀的小橋呢，它是叫做澗霧橋，一個非常有禪意的名字啊。水簾洞就是從這裡上去了，又要爬一段山了。站在這個平台上往回看，景色是真的好啊。兩邊都是垂直的懸崖峭壁，中間呢就是茶園了。來看一下這邊就是去水簾洞的路了。這個階梯也都是從山體裡開鑿出來的，非常原生態的一條徒步棧道。終於到了水簾洞，這上面還有好多鴿子呢。水簾洞應該就是在這個位置了。哇，現在還要繼續往前走。這裡就是水簾洞了，可惜現在是冬天，沒有水，就沒有那種萬湖珠簾垂赤壁的感覺了。不過呢，上面呢還有一些摩崖石刻，還有一座木頭建築，可以上來看一看。這一面崖壁它是往內凹下去的，所以稱之為洞。站在崖壁的下方啊，有一股強大的壓迫感。那現在呢，就沿着這邊的階梯啊往上走。水簾洞是武夷山水景的代表了，是藏在丹霞絕壁之間，還是朱熹等文人墨客啊講學論道的地方，是兼具了自然之美和人文底蘊。這是武夷山最大的天然洞穴了，洞頂是巨大的丹霞崖壁，高度的話呢大概有80米，寬度100來米。這裡有好多摩崖石刻，最大的就當屬上面的那2個字了，叫做活源。相傳這2個字是取自朱熹的《觀書有感》。這首詩是這麼寫的：半畝方塘一鑑開，雲隱天光共徘徊。問渠哪得清如許，唯有源頭活水來。古人用活源2個字啊，點出了水簾洞的景致。来看一下，原本瀑布啊就是在這個位置，看來夏天的時候來這裡呢才是最佳的選擇，而且呢要選擇雨季的時候來。在洞口這裡也有一個巨大的平台，上面呢是擺放着很多桌椅板凳。夏天的時候在這裡一邊欣賞着瀑布，在下面呢泡一壺茶，再欣賞前方的茶園，別提有多愜意了。來看一下這一面崖壁上啊是有很多小小的孔洞，那麼這些呢在過去啊就是用來穿插橫梁的，那麼可以推斷在以前呢這片地方啊它是有木頭建築的，不過現在呢只剩下下面那一座大的建築了。
那現在呢，就過來看看。原來這是一座三弦祠，哪三弦呢？進來看看啊。這位是劉輔，南宋學者。中間是刘子慧，南宋理学家、文学家。这位就是朱熹了。百世如見。看完了水簾洞，現在回去武夷宮那邊去看看直指庵。相信在夏天的时候過來這個位置啊，同樣可以看到一座瀑布。現在先坐這個車回到武夷宮，從武夷宮下車之後，現在就去武夷山最具禪意的景點直指庵。這是一座隱藏在丹霞深處的千年古剎。來看一下，這裡啊還有2尊石像生呢，一尊呢是武將，另一尊呢就是文臣了。這一處景觀它不像其他景點人那麼多，而是充滿了寧靜和仙氣，是修身養性、放鬆身心的絕佳之地。在去直指庵的路上呢，還可以看到一尊漢白玉的徐霞客雕像，這上面呢是有一座當年徐霞客經過的門。來看一下，這裡有寫着徐霞客入山處，當年他就是從這裡走過去大王峰的。這一路上啊都是擺放着很多盆景，每一盆呢都非常的美觀啊。走到這裡還有一處景觀呢，叫做觀魚處，因為有好多人在這裡餵魚啊，所以說可以看到很多魚，密密麻麻。這些魚呢在武夷山啊都是受到保護的，所以說這整條九曲溪啊都是不能夠釣魚的。好多竹筏即將要到站了，真美的了。大概走了15分鐘，就到了直指庵的山門口了。這裡有條小路可以直接下去。這裡看起來好清幽啊！來看一下，這裡是有一副楹聯：“到此時六洞天，方知天外有天，當止則止。”而另一邊就是“養其百千仙道，使悟道非可道，因行變行”，這就是直指庵的來歷了。因行變行，當止則止。非常妙的一副楹聯啊！另一邊呢，還有一副手寫的楹聯，也非常有意思。一山嫩模可愛，另一邊多人到此茫然。這副楹聯啊，是禪意式的哲思表述。字面上呢是寫山景，實則暗喻心境與認知。核心是眼前的山水啊，本自美好澄澈，可多數人置身其中，卻因心中啊有執念，始終看不清事物的本質。也找不到內心的清明。一山嫩模可愛，嫩模是方言，就是如此這般的意思了。直言山川風物啊，本就這般美好鮮活，是客觀的本真狀態。多人到此茫然，這句話道盡了人的主觀局限。人來到這裡啊，或被瑣事牽絆，或為執念所困，心不靜，眼不明。即便面對美好的事物啊，也依舊迷茫無措，觸不到事物的本質。也守不住內心的安寧，就有點類似我們常說的境由心生一樣。有些時候執念啊，會把一個人給困住，所以啊，該放下的時候就要放下。一山那麼可愛，萬事皆可釋懷。放下就是為了更好的前行。從直指庵那邊拐過來之後呢，就是九曲溪當中的一曲了。可以看到這邊呢，是摩崖石刻最集中的地方。上面有漸入佳景九曲溪，引人入勝，修身為本。那邊還有碧水丹山，這裡原來啊就是一個碼頭。武夷山的2天之旅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從登頂天遊峰俯瞰九曲全貌，到穿越虎嘯岩的丹霞絕壁，從挑戰一線天的狹窄石縫，到瞻仰大紅袍母樹的珍貴神奇，從感受直指庵的禪意寧靜，到欣賞玉女峰的浪漫秀美，每一處景點都讓人流連忘返。
武夷山的美是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是文化的深厚底蘊，是茶香的沁人心脾。这里会是你的心动旅行目的地吗？希望大家带着这份美好的回憶，下次您再親自来解锁更多的武夷山的驚喜。拜拜。